大家好啊，嚟到智多野講。有冇諗過咧？點解日本唔見咗人嘅咧？喺講緊 AI 發展上面，大家可能聽得多都係美國同埋中國啦。點解作為科技大國嘅日本好似消失咗嘅咧？究竟當中佢最大嘅致命原因又係啲乜嘢咧？今集咧同大家一齊咧探討一下。好，按我哋嘅老慣例咧，講分析之前咧，先講啲數據先。嗱，日本咧喺 AI 嘅應用方面咧，的確係非常之慢熱嘅。喺數據上面睇到咧，其實咧日本喺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 即係我哋一般講嘅 ChatGPT 啊呢類型嘅 AI 咧，佢嘅使用率咧只係得9%，係真係得9%。而反而咧中國咧有58%，美國咧都有41%。點解日本可以得9%嘅人會用 AI 嘅咧？而且咧呢個真係有啲講咗啲失禮嘅。喺64個國際經濟體當中，數碼競爭力嘅排名，日本作為首一數二嘅經濟體咧，佢只係排緊第28。第一位係美國啦，中國係第7位啦，日本嘅鄰居韓國都有第10位啊。日本咧係真係28咧，係排得係非常之失禮嘅。而咧喺2024年咧，全球嘅 AI 產業規模咧已經衝破咗5000億美金，日本只係佔4%。而當然咧，最大嘅兩個咧，美國佔38%，中國佔22%。講人啊，喺國際上面頂尖嘅 AI 研究員分佈咧，日本再更加失禮，只係佔2%。而美國同中國加埋都已經差唔多有一半啦。好，咁講完背景之後，我哋開始嚟分析咯。我哋一層一層咧，又唔衝咁係拆解。最面頭針最明顯嘅咧，就係人啊。嗱，當大家講起 AI 嘅時候咧，可能諗起好多超級電腦啊，好多科技嘅嘢。但係咧，老土啲講句，離唔開都係背後嘅人。人才咧喺日本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大家都知道咧，日本係個人口老化嘅國家咧，勞動人口咧不斷咁縮窄。而且咧，呢一樣嘢咧，同樣地係喺科技嘅人才方面咧，顯得非常之明顯啊！日本政府自己都預測啦，去到2030年，其實真係唔係耐啦，喺5年之後咧，日本嘅 IT 工程師嘅短缺咧，會去到79萬人，係爭緊79萬人嘅人才。呢個咧對於未來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進步。而亦都有調查顯示咧，有2%嘅日本企業咧，表示係完全係揾唔到合資格嘅 AI 專才啊！導致到冇人嘅情況之下咧，佢創新速度咧慢到好似冇牛咁樣啊！咁嗰一日咧就離唔開講個源頭噶啦，源頭就係教育系統啦。咁啊咧，其實咧喺日本嚟講咧，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咧，日本大學所係 offer 嘅 AI 相關嘅課程係非常之少嘅，少過1/4嘅大學咧有提供同 AI 有關嘅學位。呢個比例咧係遠遠低過美國有2/3，同埋中國有一半嘅大學咧都有 offer 到 AI 嘅學位嘅。而加上其實都再去翻源頭，就係其實大學生對於 AI 嘅興趣咧喺日本嚟講咧係變大嘅。咁啊咧有唔少年輕人咧覺得咧 AI 太難，又或者咧冇前途，所以咧就根本上咧係完全係冇人去報。我咁講到人啦，人嘅背後其實牽涉到嘅啦，再深一層咧，就係佢嘅社會文化啦。日本嘅社會文化咧係可以用一個字嚟講咧，就係保守。如果大家去日本睇下嗰啲電器鋪啊，會發現一個好神奇嘅現象，就係其實佢仲賣緊傳真機、賣緊 floppy、賣緊 CD 嘅，就好似咧去咗一個時光機咁去咗90年代10年嘅時候一樣啦。而且其實好多嘅企業咧都依然係用緊 floppy 同傳真機嘅。如果大家之前喺網上有見過啦，其實日本火車站有好多啲時刻表，即係嗰啲時間表咧，其實背後係用 Excel 去畫出嚟嘅。可以見到其實根本上咧係嘅技術方面咧係可以講話係真係落後啦。而咧喺呢個資源分佈上面咧，亦都係非常之明顯咧，就係佢哋好守舊，好想去保護維護舊系統嘅，所以你有90%嘅 IT 嘅 budget 咧，其實都係用唔喺點樣去維護舊嘅系統入邊。咁隨住舊系統越嚟越舊嘅時候咧，佢需要嘅要去維護嘅成本就越嚟越高啦。而除咗嗰90%已經佔晒咗我哋維護舊嘅系統之外咧，就淨係得僅100%咧可以去做啲新嘢，就係做 AI 嘅研發。而最大嘅問題咧，其實就係成個日本嘅企業文化咧，就係講求要穩定，
唔好冒險，唔好失敗。所以咧，當啲工程師都係忙於去維護住舊系統嘅時候，邊有時間去創新啊？其實咧係喺按照調查所講啊，日本工程師咧只係得12% 嘅時間咧可以擺喺新嘅項目上面啊。而一樣嘢咧，亦都反映喺日本嘅投資上面啊。日本咧調查所講啊，超過一半嘅企業啦喺度而家咧都完全冇計劃咧去引入 AI 啊。當中好明顯就其實佢哋怕呢個風險。好，咁講完人啦，講完社會文化啦，背後咧再深入去睇啦，就係好到社會嘅政策啦。嗱，其實講真，日本政府咧並唔係冇試過啦去發展 AI 嘅。喺1980年代啦，係屬於日本最巔峰經濟啊文化發展最巔峰嘅時期啦。當時嘅日本政府啦係一好投資過一個叫做第5代計算機計劃。當時投資咧嘅金額係高達1000億，叫做專家系統上面 expert system。咁專家系統係用而家嘅術語咧，可以講話係一個好大嘅 database， 裝住某個好專門範疇嘅嘢，而通過一個好似叫做 Google 咁樣嘅一個 search engine 咧，就可以咧藉住呢個系統咧，可以揾到某個好專門範疇嘅一啲嘅知識，就好似係問緊一個專家咁樣。咁呢個同而家所講嘅 AI 係唔同嘅。而家所講嘅 AI 係重點係講緊嗰個神經網絡，即係呢個 neural network 同埋深度學習，關於呢個 deep learning 嘅嘢。而同當時佢哋投資嘅呢個專家系統咧係完全唔同嘅，所以可以講話啦，去到2010年代啦，其實只係過去個10幾年前開始啦，當 deep learning 開始直邊全球嘅時候咧，日本已經出晒節啦。最更加慘嘅咧就係咧，好似 NEC 呢啲日本嘅大型企業咧嘅 AI 實驗室咧，都係管理好僵化，好重視理論，而加上日本嘅 AI 咧，其實創新嘅生態失衡啊。點解咁講呢？日本 AI 嘅發展咧係非常之依賴大政府同埋大企業，而中小企同埋個人嘅開發者咧，幾乎咧係完全冇參與嘅空間嘅。相比之下咧，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啦，喺美國呢，有超過40%嘅 AI 初創企業咧，都係由個人啦或者團隊所去創辦嘅，而日本只係得5%，呢個咧係非常之大型嘅落差嚟嘅。講到 AI 發展咧，重點係3樣嘢。頭先已經講咗一樣嘢就係人，而另外2樣嘢咧就係硬件同埋數據。而真正咧，日本喺呢兩方面咧都係好舒適嘅。好，先講硬件，但其實硬件咧，嚴格嚟講，日本唔係冇嘅。日本咧其實佢有一個叫做富岳嘅超級電腦，佢哋嘅運算能力咧係全球排行第4嘅。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呢個嘅電腦嘅系統咧係由政府所擁有，由政府所去主導嘅，而私人企業咧根本冇能力咧、冇錢啦嚇、冇動力啦去興建自己嘅世界級 AI 訓練設備。而相反咧，睇起美國啦，美國有 NVIDIA 啊、Google 啊、其他公司咁樣咧，佢去自己發展佢自己嘅 AI 計算功能，而去訓練 AI 嘅模型嘅。而去講到數據啦，數據可以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日本地數據即係唔係講上網，係講佢本身入邊所積累嘅一啲的 data 咧係嚴重不足嘅。而因為咧，真正就係大型嘅語言模型啦，我哋講叫做 large language model 啦 （LLM） 啦，係重點佢需要嘅材料就係大量嘅數據，佢有數據先至可以喺入邊從中去學習。咁啦，日本企業同埋學術界嘅數據分享咧，合作只係得22%，係非常之低嘅。而雖然咧，富士通啊同埋其他大學咧，喺上年啊已經開始合作開發日文嘅 LM， 但係呢個規模同埋速度咧係遠遠追唔上 OpenAI 啊、百度啊、DeepSeek啊嗰啲咁樣嘅。對我哋嚟講咧 ，OpenAI 嘅 GPT-4咧，即係大家所用嘅 ChatGPT 咧，係用咗超過10萬億個 parameter 去訓練嘅，而日本而家嘅模型咧，只係得幾千億嘅啫，相距咧係一目瞭然嘅。好，講到最尾啦，致命原因咧，我會形容為，如果係得2個字嘅話，我會係形容為係不變。呢個係日本嘅一個最終極嘅特點，就係成也不變，敗也不變。日本咧，近排我睇新聞好得意地咧，就係講緊話關於日本嘅通脹啊。
當日本嘅公司嗰啲產品有啲零售嘅產品要加價嘅時候咧，日本嘅嗰啲公司嘅老闆係出嚟道歉嘅，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呢個變動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羞恥，係需要道歉嘅。從呢個咧可以睇到，其實咧日本咧嘅社會觀念係非常之保守，嗰個創新嘅氛圍咧完全係好差嘅，因為大家都唔想變，而社會唔想變嘅時候，當然去到企業亦都唔想變啦，大家都驚錯啦，覺得咧每日重複，今年重複翻上年就已經足夠啦，只要嗰樣嘢冇壞就唔好搞佢。一樣嘢咧係喺 AI 發展嘅呢個新世紀咧係一個致命死因嚟嘅，因為 AI 發展正正就係要有風險，要敢去創新，而呢一樣嘢咧正正就係日本文化本身咧好欠缺嘅嘢。所以頭先講到關於佢所衍生到嘅就係硬件數據不足、政策嘅失誤、人才嘅短缺，呢三大 AI 所需要嘅範疇咧，日本都係呢方面咧都係完全係追唔到嘅。好，咁講到未來啦。講到未來咧，我會形容為係悲觀嘅我自己，因為咧日本個問題係喺文化社會方面啊，呢一樣嘢咧係幾根深蒂固，可以話係過去幾百年以至於幾千年以嚟累積落嚟嘅嘢。呢一樣嘢咧係唔係話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嘅。就算而家我會覺得還好嘅，就開始有啲放寬咗一啲移民嘅措施啦，一方面因為人口老化啦，另一方面係日本政府都希望可以有一啲新嘅經濟發展嘅一啲嘅引擎啦。但係呢個都依然係需要幾長嘅時間。我只能夠安慰或者只能夠講嗰個策略呢，就係一句呢，就係處於劣勢嘅時候，進攻就係最好嘅防守。喺日本呢，處於一個咁明顯嘅劣勢之下呢，重點呢最好呢就唔係再防落去，因為就係正正就係防咗幾十年，防到而家呢咩都冇。重點咧，我會覺得係進攻，而進攻咧，其實日本本身唔係冇基礎嘅。其實咧，大家唔好唔記得喺二次大戰之後咧，日本嘅科技發展咧係喺全球係領先嘅。佢創出咗好多而家大家用緊一啲好基本嘅科技，例如話係計數機啊，例如話係電飯煲啊，呢一啲嘢咧，大家好似而家都覺得係好基本嘅嘢，但係當時係由日本創新去做嘅。而且當時咧 Made in Japan 嘅科技咧係一個自己嘅領先嘅一個代表嚟嘅。呢啲其實唔係冇嘅，不過咧重點就係頭先講嘅人、硬件同埋數據。而呢幾方面咧，我相信日本咧喺呢個 AI 之爭之上咧，佢需要花好大功夫先至可以追得上。好，咁今集咧就去到呢度先，之後再同大家至多嘢講。拜拜。